乌克兰为何能抵挡俄罗斯这么久？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拿下乌克兰？支撑起一场现代战争要有怎样的综合国力？先说点真实的，俄乌冲突至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1个月的时间。本来以为俄罗斯将会以碾压之势快速取得冲突的胜利，但如今双方依然在欧洲东部僵持不下。最开始的俄罗斯闪击战也成为了一个笑话，大家关注的肯定也已经疲劳了。随着冲突的继续，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提问，例如俄乌冲突还要持续多久？乌克兰还能抵御多久？俄罗斯什么时候拿下乌克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肯定难以准确分析。在普京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俄军肯定不会放弃。之前也有很多分析为什么俄军的进攻攻势放缓了，这其中有什么战略政策或者背后的目的？今天我们先抛开一切政治斗争不谈，我们将目光就放在欧洲中部的这场局部战争上。为什么俄乌冲突持续了1个月，俄罗斯还是没能拿下乌克兰？俄罗斯的战斗力很弱吗？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先说俄罗斯的军队编制，集团军、旅、合成营，这个编制方式是没问题的，并且是目前战争模式下最好的军队编制。这一点在中国军改上已经得到了验证。中国2015年开始实行军改，开新图强的宏伟蓝图在改革强军的路上渐次展开。科学完善的军事布局和创新高效的作战体系都证明了中国这次最大规模军改的重要意义。所以即使在21世纪战争模式发生巨大改变的今天，中国没有打过大规模现代战争的今天，中国的军事实力从来没有被国际社会小觑过。而中国军改的最初模板是跟谁学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很早就开始摸索适应现代战争的新型军事布局和作战体系。中国通过军事交流大量学习、吸收、消化后，再结合中国自身军队实际情况，这才有了2015年开始的符合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军改。在这一点上，中国得叫俄罗斯一声师傅，战斗民族的称号真的不是白来的。但是俄罗斯在军事实力上与中国存在巨大的差异，用着同一个框架下的军事体系，实际效果却截然不同。我们通过一个真实事件就能够明白，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已经屡见不鲜了。两国之间经常开展这种联合军事演习，来对自身军事实力做出评估和改进。在一次联合军演的过程中，俄军一个机步团对阵解放军的一个合成营，这种军事演习最后的结果一般都是早就定下的，主要是看在完成任务指标的过程情况。当时的思路就是解放军合成营的装备好，武器先进，胜利方是中国。这场演习大约会持续2天，在俄军机步团全军覆灭以及解放军合成营损失惨重的情况下结束演习。这就是对这场演习的大致规划和预期，但是正式演习的结果却出乎意料，整个过程只持续了40分钟，俄军如预期一样全军覆灭，解放军合成营的损失微乎其微，甚至很多俄军作战单位还没有行驶出阵地就丧失了战斗力。中俄双方都傻眼了，解放军强得离谱，俄军弱得不科学，对，就是不科学。中俄双方不可能会有如此大的战斗力差距。为了验证，第2次演习就把俄军的部队编入了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当中。在解放军的网络信息化指挥系统和情报侦察体系以及后勤体系的支持下，俄军的战斗力呈现指数般的增长，战况完全反转。这就充分暴露了俄罗斯军队的问题，既不是军队战斗机的问题，也不是军队编制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字：穷。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制裁多年下，俄罗斯的经济一直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还要维持自身的核威慑能力、常规军事能力，平衡军费和国内基础设施费用，俄罗斯穷得捉襟见肘。我们通过这次的俄乌冲突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俄罗斯军队在军事装备上的落后以及后勤补给体系的严重不足。前2天不是有新闻称，俄罗斯的一架苏35轰炸机，这架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2007年正式服役，造价4000万美元的轰炸机，携带的竟然是上世纪50年代的 FAB500型炸弹。当然，这款炸弹的威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太机械了，需要飞行员低空飞行进行投弹。21世纪的先进飞机配备上世纪50年代的火力，怎么想都非常的违和。既然都用上这种出土产物了，那就说明俄罗斯的精确制导导弹存量不多，只能省着点用，在关键时刻再用。还有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军队前线上部署的是 2S7M 型203毫米自行榴弹炮，这也是上世纪苏联时期的老物件了，甚至在苏美冷战时期都不常用到的武器。这还不是最极限的，
最极限的是前2天俄军运送到前线去的装甲列车，这玩意儿是2战时期的武器。现在的2022年，那装甲战车放在战场上，就好像时间倒流了。这不是2022，这是1942。当然，俄军在此次冲突中也有使用非常先进的武器，但是这里所列举出来的都是真实出现在2022年代的战争里的，这很能体现出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落后。中国有句古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说明了自古以来战争就是最花钱的行为，但跟如今的现代战争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现代战争的消耗已经不叫花钱了，叫烧钱。我们先了解一下现代战争的普遍定义。其是在现代化高科技武器的威胁下，以高科技技术的现代作战工具或武器为主进行的现代化常规战争。听起来很绕口，我们拿近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海湾战争来举例。海湾战争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只要讲到现代战争，就避不开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对海湾战争的评价相当之高，认为是美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现代战争，什么是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模式。但是大家清楚海湾战争花了多少钱吗？从美国东海到中东的波斯湾，距离12000公里；西海岸到霍尔木兹海峡，距离18000公里。这种超大跨度的战略运输对战局是极为不利的。但美国花了5个月的时间，用265架 C-141运输机、126架 C-5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在沙特机场起降，几乎每10分钟就有1架运输机降落。通过空中运输部署了99%的参战部队，然后用73艘军舰、106艘商船，将主战坦克、步兵坦克以及各种弹药、维修设备、补给品通过海上运输送到沙特。最后5个月的时间，美军在波斯湾集结了50多万军队、3000多架战机、2000多辆坦克，这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那么这次大规模长线运输花了多少钱呢？129亿美元。在战争开始之前，光是运输就花了129亿美元。在海湾战争开始的第1天，美军出动了1300多架战机，一架 F-16战机1460万美元，一架 F-15要3000万美元。F-117则要1.06亿美元，这还只是战机本身的价格，战机平均每小时的飞行成本是7万美元。第1天的空袭，美军就花了5亿美元，这还没算空袭的导弹。知名的战斧巡航导弹1枚130万美元。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战斧导弹发射了288枚，共计约3.7亿美元。这是20世纪90年代，通胀还没那么严重，中国北京的房价才1200元一平。而2个月不到的海湾战争，美国花了1133亿美元，这是高科技战争的胜利，是用钱砸出来的胜利。俄罗斯打核战争行，打常规战争真不行。2022年的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能够支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现代战争。